子每晚坚持夜跑5公里来降血糖，2年后她得到了什么？高血糖已经逐渐成为不少中年人甚至年轻人群体高发的问题。由于现代社会的饮食改变，以及大家工作强度的增加，高血糖问题越来越严重。高血糖本身对身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在身体出现高血糖之后，意味着糖尿病等疾病也有很大的几率爆发。因此，一旦出现高血糖，我们就要立刻进行控制了。而一位43岁的重庆女子，便选择通过跑步的方式来降低高血糖。那么在2年的坚持后，她得到了什么呢？一、血糖为什么突然变高？很多人由于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因此对高血糖这个问题并不了解，往往是在被检查出高血糖后才开始关注。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不但要提前了解高血糖，更要找到对应的方式。所谓高血糖，其实指的是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超过了正常范围，并进一步引发身体的其他问题。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高血糖和糖尿病不能直接挂钩。糖尿病作为一种疾病是无法痊愈的，可高血糖通过控制能够常年维持在正常范围内。高血糖的诱因有2种原因，第一种是遗传原因，或者是感染了一些病毒，这类情况需要立刻服药或者动手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生活方面了，比如和吃的太甜，平时缺乏运动等，导致葡萄糖大量堆积。身体胖的人大部分都有高血糖风险。在工作方面，如果你的工作会让你一直坐着，也会出现这种问题。较为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频繁的口渴和尿液增多，因为血糖高了以后还会一直想尿，同时还伴有乏力等情况。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就要去检查血糖，是不是已经超过标准数据了？那么当我们血糖较高后，应该如何控制血糖呢？在血糖不严重的情况下，医生一般会建议从饮食以及运动2个方面控制血糖，跑步就是不错的选择。2. 跑步真的有效果吗？小芳化名是一个重庆人，由于工作压力较大，再加上常年吃高油高盐的外卖，因此她在43岁的时候出现了高血糖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小芳选择了每天夜跑5公里的方式来降低血糖。那么在坚持了2年之后，她的血糖有变化吗？在坚持了2年的夜跑后，小芳的血糖几乎完全符合正常的数值，即使偶尔有情绪激动或者劳累的情况时，血糖也不会出现过大的浮动。那么小芳的情况究竟是个例，还是跑步确实能够降低血糖呢？其实跑步作为一种有氧运动，对血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 怎么去掉身体里的糖？既然高血糖是因为体内有了太多的糖，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降低血液里面的含量就可以了呢？人运动起来确实能消耗很多糖，跑步是一种高效的有氧运动，在跑步的过程中，身体会持续消耗内部的葡萄糖，尤其是在长时间坚持跑步的情况下，身体的消耗和吸收能力会持续上升。如果你能够将这个习惯坚持下，即使偶尔无法跑步，身体对葡萄糖的消耗也会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2. 改善胰岛素情况。提升胰岛素水平对预防高血糖有很大的帮助，而胰岛素的情况会随着身体机能的退步逐步降低，这也是为何年轻人疯狂吃甜的东西也不会有问题，但老了之后就容易患病。而跑步则可以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情况，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年轻态，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控制高血糖了。3. 身体代谢水平。对于身体里面糖的比例太高的情况，身体代谢水平的下降有很大因素。其实有不少人都表示，3高的出现就代表你老了，因为你的身体代谢水平大大降低。想要让代谢的水平变得和年轻时候一样好，那就需要运动来提高身体代谢。通过长时间的跑步，你的身体代谢水平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可以加快身体内对糖以及其他成分的消耗，还可以燃烧脂肪，避免出现高血糖以外的其他问题。其实对于高血糖甚至糖尿病患者，不少医生都会建议通过跑步来控制血糖。如果年龄较大或者身体素质较差，也可以用慢跑和散步来代替。不过跑步虽然是非常不错的方式，但也要注意一些问题。3. 跑步的注意事项。1. 正确的时间选择。
很多人提起跑步，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夜跑，毕竟只有夜晚大家才有足够的时间去跑步，但夜跑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是夜晚的可视情况显然是不如白天的，再加上一些大雾天气等问题，因此一些人在夜跑的时候略微走神，就有可能撞到其他人或者树木等。不过这只是较为安全的情况，有些电动车和汽车驾驶不规范，经常出现在自行车道或者人行道上，一旦躲避不及就会危害生命。因此大家如果白天没有时间，尽量选择黎明等可视度情况相对较好的时间段。如果只有夜晚有时间，则尽量选择有充足路灯的公园等位置。二、正确的跑步姿势。很多人不喜欢跑步，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劳累，而是每次跑步过后身体都会有不舒服甚至疼痛的症状。少部分情况是因为鞋穿的不对，跑起来不舒服，但大部分情况还是跑步的动作有问题。当跑步的时候，由于身体的浮动，地面会产生一股反作用力达到我们的身体内部，而这股反作用力不仅会进入我们的肌肉，还会进入我们的骨骼和关节。简单来说，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的关节和骨骼会受到冲击。如果不能用正确的跑步姿势来缓解这股力量，关节和骨骼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因此不少人十分排斥跑步，毕竟疼痛事小，如果留下一些创伤，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对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网络上的跑步姿势教学，或者找专业人士进行调整。三、身体能不能接受？在网络上有一句广告语，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这句话放在跑步上也一样适用，大家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适度和适量。大家在浏览网友的跑步情况时，经常会看到各种5公里和10公里的跑步强度，因此不少人也会从这个强度开始，但这个强度真的适合你的身体吗？对于缺少运动经历的人来说，跑步初期一定要以慢跑为主，跑步的时长也要进行控制，哪怕只跑10分钟也是可以的，要给身体一个适应期，逐步增加自己跑步的时长和速度。当身体对于一定的强度没有太大负担时再去增加，循序渐进的提升强度才是正确的方式。四、跑步的时候不能空手。很多人为了控制血糖，仅仅在跑步开始的时候喝点水，在跑步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水分和糖分补充，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因为大部分人的血糖都处于一个浮动范围，在跑步过程中很快就可以得到调整。因此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低血糖会让人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摔倒。摔倒不要紧，如果不小心磕碰到了头部，后果难以估量。因此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含糖食物和功能饮料，在身体较为虚弱或者出现低血糖状况的时候，及时的进行补充，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四、只做运动这一件事并不够。虽然跑步不是万能的，但确实有非常多的人通过跑步让血糖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还顺便调整的身体机能。但运动不是万能的，即使你跑步的强度再大，对于降低血糖还是起到辅助作用。想要完全意义上的降低血糖，还需要控制饮食和一定的药物治疗。过甜、过油的食物都是需要避免的，戒烟戒酒也是必须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在高血糖后，一定要避免淀粉类食物，例如馒头、面条、土豆等。很多中老年人的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是由于过量食用淀粉类食物所导致的。因此，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改善饮食，应当以粗粮食物为主，并且多摄入纤维素。最后再根据医生的嘱咐服用一定的药物，这样才能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结语：其实跑步不仅仅对高血糖有不错的效果，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状况，让身体整体呈现出年轻化的状态，还能够紧致皮肤，是保持年轻的利器。因此，即使我们没有高血糖的问题，也可以考虑去跑步。如果没有条件跑步，可以考虑去健身房或者在家里进行一些训练。尤其是那些工作强度高的年轻人，一定要学会见缝插针的进行训练，保持好身体的状态。对于疾病和身体的异常，再好的医学治疗都不如预防效果好，而运动就是我们预防疾病最好的方式。